来到了瑞士北方的一个小镇，这里是莱讷施泰因。我们一路从列支敦斯登一路往奥地利的边界开了大概1个半小时，终于来到这个小镇。远远的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镇非常的漂亮，一个很古典的一个中世纪的小镇。那从这边到德国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只要5分钟就到德国了。这边已经是靠近德国的边界，那我们就进来这个老城里面参观一下吧。这是他们的国旗。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的风格，有没有跟我们之前去德国的纽伦堡有点相似？都是这种红白的。那它这个小镇也非常的小，走出了这个城堡，基本上老城区就结束了。很多这个卖纪念品的，看一下瑞士刀到处都有。快要走到了老城的底部了，这边有一间圣乔治教堂，算是这里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吧。你看，我们越走到进来这边的房子全部都是这种彩绘的风格，很漂亮哎。尤其是到了这个教堂的前面这边更多了，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这种很美的彩绘。不过他们的店家看起来很多都还没有开，现在下午是休息时间，要到晚餐时间的时候才有开。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区呢，这里就是市政厅广场了。看一下整个在市政厅广场这边的这些建筑啊，全部都是有这种很漂亮的彩绘。这一间很别致的建筑就是市政厅了，可惜现在是没有开门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去参观。小镇的最末端这边呢，这里这一间就是圣乔治教堂了。从市政厅广场这边走过来呢，继续往前走，这间可以远远看到的伫立的教堂，这间就是小镇最大的一间教堂了，圣乔治教堂。进来看到它的这个门，就觉得蛮别致的，是那么多的人像在这边。那么这间看起来它就是一间非常简约的这种基督的教堂，里面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连十字架耶稣都没有，就是这样小小的一间。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镇呢，就这样走完了。那我觉得这个小镇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走到哪里都有这个免费的厕所，非常的贴心。我们已经大致上走完了这个非常古典的小镇了，它主要的看的地方就在这个广场这边而已。那来到这个小镇还有一个最大的用意呢，就是它离德国非常的近，等一下我们就要开车过去德国加个油，然后再回来瑞士，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的油资。对，那带大家看一下边界的加油站，然后会再带大家去附近有另外一个莱茵河的景点。那我们等一下再见咯。那我们现在离开了这个小镇了，就看一下多久的时间可以到德国呢？就一镜到底拍给大家看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德国了。对啊，一天开3个国家。我们今天从列支敦斯登开到瑞士，然后又从瑞士要开到德国，然后又要再从德国开回瑞士，一日穿越3个国家，就是1-2个小时内就可以达到的情况。前面这里就是边界了，这边的还有1.9，过了这个以前有关口的，现在都是生根区，所以都不用检查了。我们现在已经到德国了，才3分38秒就到德国了，超快的。然后我要到德国去加油，德国的油价比较便宜，来看一下德国的油价是多少。所以大家如果有开车来这个小镇，也可以像我一样，赶快把你的车子喂饱，这样又可以在瑞士多开好几天。不然瑞士的油价动不动就是
2欧元起跳的，真的是太贵了。看一下这边，德国的油价1.64，整整差了26 cent。我们加满60公升的话，就差12欧元。加完油，我们从德国那边又开回来瑞士，大概2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来到了这边。这里是莱茵河瀑布，看一下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城堡。可惜啊，今天的天气不是很美丽，没有办法拍漂亮的美景给大家看。如果要看莱茵瀑布呢，要先经过这个城堡，才可以抵达看瀑布的地方。在瑞士常常都可以看到这种中古世纪的城堡小镇，非常的别致。它这里的整个设计都还蛮贴心的，还有电梯可以让人家直接坐电梯下来。那我们来到底下这边呢，这里就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这个莱茵瀑布。哇，看一下这个水量。它这里感觉是像是做一个水坝，那可以有一个蓄水的功能，让这个上下游产生一个瀑布的感觉。看过去的河岸，过去的河流就非常的平稳，还有从上游流下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平稳的。看一下，我现在来到了最下方的这个看台区了，非常的壮观呢。看一下这个滔滔的瀑布，就在我身后方这样，有如排山倒海这样的穿越过来。我在这边都一直可以被这些瀑布的水给喷到。从底下这边看，超级壮观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个壮观的瀑布这边做一个结尾咯。